别对通胀进程太过放心。德银策略师发出警告，上世纪70年代式的滞胀危机或在袭，美国通胀预期有脱锚风险。另外，又一美联储官员放歌，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表示，除非发生意外，否则美联储不需要再加息了，衰退不在预期之中。最后，我们观察到抢珍珠继黄金热后，成为新浪潮，海水、淡水珍珠价格齐涨1倍，价格疯涨的珍珠究竟是真火还是泡沫？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如果您也有不动产买卖相关问题，以及股市投资经验的看法分享，都欢迎留言或私讯我们。另外，我会不定期在社群贴文分享近期不错的房产物件和值得注意的类股以及投资个股。如果您也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华尔街一家主要银行警告称，通胀预期可能会像美国上市继70年代的滞胀时期那样失控。德意志银行宏观策略师表示，周末巴以冲突表明，地缘政治风险可能会突然卷土重来，这加剧了当前10年的意外冲击。因交易员考虑这一冲突对原油供应的影响，油价周一收涨逾 4%。就目前而言，能源价格飙升的原因与上世纪70年代的相似之处越来越多，包括主要经济体的通胀始终高于目标水平，对通胀下降速度的反复乐观，以及工人罢工等等。德意志银行还特别指出，今年冬天贝厄尔尼诺天气模式主导的可能性甚至会增加。这种天气模式与1971年发生的情况类似，通常会引起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此外，7国集团成员国的通胀率仍高于各自央行设定的目标，这些国家的利率将在高位维持多久，是金融市场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而通胀预期的不稳定将使政策制定者更加难以恢复价格稳定。研究分析师在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鉴于通胀仍高于疫情前的水平，重要的是不要对其走势自满。毕竟，如果再次出现冲击，通胀有可能连续第3年甚至第4年高于目标，那么越来越难以想象长期预期会一再低于实际通胀。历史表明，通胀的最后1英里往往是最艰难的。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和1973到1975年的美国经济衰退之后，通胀未能回到之前的水平。而在1979年的第2次石油危机之后，通胀甚至更高。德意志银行的报告称，既然过去2年通胀一直高于目标，新一轮通胀飙升很可能导致预期变得不稳定。目前，纽约联储8月份对消费者的调查显示，公众的通胀预期基本保持稳定，不过仍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德意志银行的研究小组还指出，当前这段时期与上世纪70年代在存在不同，比如长期通胀预期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地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大宗商品价格已从过去12至18个月的峰值大幅回落，疫情期间出现的供应链中断已基本恢复。此外，与过去相比，美国的能源密集度降低了，不太容易受到上世纪70年代那种能源冲击的影响。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即便如此，避免自满是至关重要的。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错误是政策放松的太早，这导致了通胀的重新抬头。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周二表示，尽管美联储目前的政策利率水平足以将通胀率降至 2% 的目标水平，但如果有意外情况影响到经济前景，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不过这不是他的基本情况。博斯蒂克在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办的一个论坛上表示，我实际上认为我们不需要再加息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博斯蒂克今年并无投票权。近期美联储高层官员正在一种观点上展现出更多一致性，即最近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后的紧缩金融环境可能替代了加息。当地时间周一，美联储副主席菲利普·杰斐逊表示，尽管通胀率仍然过高，但他正在密切关注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因为这可能进一步对经济造成限制。他将密切关注债券收益率上升所带来的金融条件收紧，以评估未来的政策路径。在过去1年半的时间里，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了超过5个百分点后，美联储大多数成员在9月份的政策会议上
预计到2023年底再加息一次25个基点是合适的。但自9月份会议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了约40个基点，包括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和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在内的美联储官员指出，最近金融条件的收紧可能代替了进一步的加息。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预计美联储11月按兵不动的概率为 85.7%。在论坛上，博斯蒂克继续强调了将通胀率降至 2% 的重要性，并指出我们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以应对潜在的颠簸。就整体经济而言，博斯蒂克预计美国不会陷入衰退，相反，他认为随着政策制定者寻求让需求与供给更好的平衡，经济将温和放缓。曾经被视为妈妈款的珍珠，这2年却开始被年轻群体追捧。价格一路疯涨的背景下，抢珍珠继黄金热后成为新浪潮。尽管年年涨是不少珠宝的常态，但今年珍珠的涨幅让不少商家也直呼太离谱。据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统计，2022年中国珠宝玉石首饰产业市场规模约7190亿元，与上一年基本持平。其中珍珠市场实现2位数增长。一名消费者告诉记者，海水珍珠早在年初已开始大涨。去年我花9500元买到一条8.5到9毫米的 Rose 级别珍珠项链，而今年一条7.5到8毫米的海水珍珠项链已经要价1.2万元了。单珠好看的甚至涨了1倍还不止。珍珠涨幅为何如此夸张？从事珠宝直播的赵莹认为，珍珠整体涨价是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中国内珍珠养殖规模缩减是淡水珍珠价格暴涨的主要原因。以前很多珍珠养殖户会大量投喂肥料，污染水体。为保护生态环境，一些地区陆续开始对珍珠养殖进行限制和规范，养猪户的数量下降，导致整体成本上升。他说，资料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淡水珍珠生产国，有中国珍珠之都之称的浙江省下湖镇，拥有全球最大的淡水珍珠交易市场，占世界淡水珍珠总产量的 73%， 全中国淡水珍珠总产量的 80%。 不过，伴随一批不符合生态标准的养殖场被关停，珍珠产量也随之下降。浙江省珍珠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全中国珍珠产量为120万公斤，到2020年下降到100万公斤，2021年为80万公斤。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消费者对珍珠的需求逐年上升。近年来，明星屡屡带珍珠出镜，不少人开始争相购买明星同款。以前大众觉得上了年纪的人才佩戴珍珠，但现在发现珍珠，尤其是巴洛克珍珠，也可以带出时尚感。在众多消费者抢购珍珠的同时，也有人选择了观望，甚至是泼冷水。说到底，珍珠是有机宝石，有大量成熟的养殖户，属于可再生资源。目前珍珠的价格已经涨到脱离实际了，还是建议理性消费。与红蓝宝等财宝相比，珍珠养护较为麻烦，一些珍珠佩戴久了光泽会变差，白色珍珠甚至会泛黄，因此在二手市场上的流通性较差。另有业内人士认为，珍珠价格难以降回几年前的价格，但未来可能会有小幅度的上下调整，等需求减少的时候，泡沫就结束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